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本如同一颗璀璨明珠般闪耀在文学与心灵探索领域的书籍《旅行之墓》。这本书的作者是星野道夫，一位享誉世界的自然摄影师、旅行作家和生态保护学者。星野道夫的一生堪称传奇，他就像一位孤独的行者，在广袤无垠的阿拉斯加大地穿梭了20多年。他的镜头记录下了无数震撼人心的自然景象，从壮丽的冰川到神秘极光下的麋鹿，从凶猛的白熊到灵动的小狐狸，每一幅画面都仿佛是自然之神谱写的一首无声之诗。他的文字则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们内心深处那扇通往自然与自我对话的大门。为什么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旅行记录或摄影集，它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整理和对生命的独特感悟。在当今这个快节奏、充满喧嚣和压力的社会中，我们的心灵常常被各种琐事和烦恼所束缚，如同被困在笼中的鸟儿。而旅行之墓就像是一阵清风，能吹散我们心头的阴霾，像是一束光，能照亮我们内心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美好和意义。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繁华都市中的人，每天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忙碌于工作和生活琐事。突然有一天，他翻开旅行之墓，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他看到了广袤的荒野、纯净的冰雪世界和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他开始思考，我们的生活是否只能被物质和欲望所驱使？我们是否忘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忘记了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这就是旅行之墓带给我们的思考，它能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由、对生命本质的渴望，以自然之美、心灵的震撼与治愈。旅行之墓中，星野道夫用大量细腻而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摄影作品，向我们展现了阿拉斯加这片神奇土地上的自然之美。从巍峨的雪山到广袤的苔原，从奔腾的河流到宁静的湖泊，每一处景色都像是一幅精心绘制的画卷，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对自然之美的呈现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美学原理。自然之美并非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它是一种与人类心灵深处相呼应的力量。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中，感受到那种纯粹、宁静和壮丽时，我们的心灵会得到一种无形的滋养。就像心理学家荣格所说，人类的心灵深处有着对原始自然的一种本能的亲近感。在现代社会，我们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这种亲近感的缺失导致了我们心灵的某种失衡。而星野道夫的作品则像是一座桥梁，重新连接起了我们与自然之间的纽带。那么，我们如何从这种自然之美中获得心灵的治愈呢？首先，我们可以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与自然接触的机会，比如在周末去郊外徒步，感受山间的清风和鸟儿的鸣叫，或者在清晨走进公园，聆听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当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自然元素时，我们的心会逐渐平静下来，压力也会随之减轻。书中有一段描写阿拉斯加极光的文字，极光如同一条巨大的彩色丝带，在夜空中舞动。它那变幻莫测的色彩和形态，仿佛是宇宙在向我们诉说着古老而神秘的故事。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被抛诸脑后。这种极光的美丽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盛宴，更是一种心灵的震撼。它让我们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从而对生命产生一种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可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命的平衡之道。星野道夫在书中不仅仅展现了自然之美，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以自己在阿拉斯加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与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各种自然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精妙的生命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一个环节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当人类过度的开发和破坏自然时，就会打破这种平衡，导致生态灾难。例如，书中提到的一些因人类活动而受到影响的阿拉斯加动物种群，它们的生存困境就是大自然对人类发出的警告。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野生动物等方面入手，比如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支持环保组织和项目。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仅是在保护自然，也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存环境。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故事，他们世世代代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着古老的传统和智慧。他们知道如何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同时又不会过度索取。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与自然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情感联系，也让他们在面对自然的变化时能够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非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实现的生活方式。3. 孤独与自我发现，心灵的深度之旅。在旅行之墓中，星野道夫多次提到了孤独。他深入阿拉斯加的荒野，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广袤的自然。在孤独中，他进行着对自我、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孤独是一种独特的心灵状态。在孤独中，我们被迫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感，没有外界的干扰和干扰。这种状态下，我们的自我意识会变得更加清晰。哲学家叔本华曾说，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星野道夫在孤独的旅行中，通过与自然的对话，逐渐深入地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那些被隐藏的渴望和恐惧。对于我们来说，孤独并非是一种需要逃避的状态，而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心灵资源。我们可以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安排一些独处的时间，比如每天花1个小时远离电子设备，静静地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自己以前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和机遇。书中有一段描写星野道夫独自在阿拉斯加荒野中露营的文字。夜晚的荒野寂静得让人害怕，但在这寂静中，我却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似乎都变得清晰起来。我意识到，孤独并不可怕，它是通往自我发现的一条必经之路。这种孤独的体验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他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更加从容。4. 生命的脆弱与坚韧，感悟生命的真谛。阿拉斯加这片土地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同时也展现了生命的脆弱。星野道夫在书中记录了许多动物和植物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所展现出的坚韧生命力。生命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在大自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对生命造成巨大的影响。然而，正是在这种脆弱中，生命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坚韧。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就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生命为了适应环境，不断的进化和发展，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当我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后，我们会对生命产生一种全新的感悟，我们会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同时，我们也会从生命坚韧的一面汲取力量，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时，勇敢地坚持下去。书中讲述了一只白熊妈妈带着小熊在冰天雪地中艰难求生的故事。尽管环境极其恶劣，但白熊妈妈始终不离不弃，努力保护着小熊，为它寻找食物和安全的栖息地。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韧和母爱的伟大，它让我们明白，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我们都能克服困难，迎接美好的未来。5. 时间与永恒，生命的短暂与不朽。在旅行之墓中，星野道夫对时间有着独特的思考。他目睹了阿拉斯加冰川的消融、动物的迁徙和四季的更替，这些都让他对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有了深刻的感悟。时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时间是线性的，它不断地向前流逝，永不停息。生命的短暂与时间的永恒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然而，在这种对比中，我们也看到了生命的不朽。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了痕迹，就像星野道夫的作品一样，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依然闪耀着光芒。这种对时间与生命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时间。我们可以制定合理的时间管理计划，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价值，努力让我们的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书中有一段关于阿拉斯加冰川的文字，冰川在时间的侵蚀下逐渐消融，它那巨大的身躯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消失，但它所蕴含的力量和美丽，却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出不朽的价值。这种对时间与生命的感悟，可以激励我们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旅行之墓就像是一本充满魔力的书，它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领略到了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孤独与自我发现，生命脆弱与坚韧，以及时间与永恒的深刻内涵。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展现的内容，更在于它能够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思考和感悟。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是一座灯塔，为我们指引着人生的方向。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去阅读《旅行之墓》，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让它的智慧之光指引你前行。当你感到迷茫和困惑时，翻开这本书，它会给你力量和勇气。当你感到疲惫和失落时，翻开这本书，它会给你安慰和希望。记住，生活就像一场旅行，我们都是旅行者。在这场旅行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和挑战，而旅行之墓就像是一个忠实的伙伴，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让我们带着这本书的智慧，勇敢地踏上人生的旅途，去探索生命的奥秘，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最后，我想用星野道夫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都是自然之子，在自然的怀抱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愿我们都能在旅行之木的引领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心灵净土。谢谢大家。